大家好，这里是樱桃优秀 Video Candy。这个频道呢，主要是讲解更多 AI 科技的使用，或者是带来更多原创的音乐呢给大家欣赏。那么今天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关于 Meta 开放了 Llama 3的大模型，使我们呢可以用到更多的 ChatGPT 工具。那么 Llama 3呢，是以往呢已经开放的 Llama 2升级版。如果大家没有用过 Llama 2也不要紧，Llama 3呢也能够用文生图用来写作、写代码等等，并且呢，这个 Llama 3的优势呢，在于它提供了多个达到8亿参数，或者是达到70亿参数的大模型呢，可以来供大家使用。更关键的是呢，它可以呢，在我们的电脑进行本地免费的部署。并且呢，对于性能比较低的电脑呢，也有机会呢进行运行来使用。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关于 Llama 3的相关知识和如何免费在本地安装部署的整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打开 Llama 3 AI 这个主要网页。就是这个。那么大家要注意了，如果你要看到这个界面呢，需要2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呢，你必须要有 Facebook 的账号呢，你才能够登录。那么呢，第二个问题呢，可能目前呢只对呢个别的地区进行开放。如果你的 IP 呢优先呢是在美国的话呢，会得到优先使用的。那么懂我意思的都应该知道怎么做。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引用了 Llama 3大模型的基本 AI 页面 meta.ai。我们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界面，这个界面上呢有几个基本的模块，分别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别是关于最左上角的创建旅行装单。第二个是让我的电子邮件呢听起来更专业，又或者呢第三个呢播放90年代的音乐琐事，又或者下面这个3个模块呢是帮我写作业，或者是模拟面试，又或者是呢用水彩笔来绘画纽约。那么听到用水彩笔来绘画纽约呢，大家明白这个应该就是用来生成图片的。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呢就看一下左上角，左上角也有几个功能。那么基本来说呢，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建立一个新的对话。那么呢，它目前界面上就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对话。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来使用一下它这个生成图片的功能，看一下它的效果去到哪里。那么我们呢就点击面板上呢最右下角的功能。好，它点击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运行一下。运行完了之后呢，大家就看到它有几幅基本的图像，就分别了代表了当时它的意思，就是绘画纽约这个街头一些场景。这个风格呢，它也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基本的一些画风格图像。那么现在呢，我们呢输入一行提示，提示的意思就是一只小猫被遗弃在一块冰块上，四处呢都是破碎的冰块，看它有什么反应。好了，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楚楚可怜的小猫呢，的确被遗弃到了一个冰块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像的效果，还非常的细腻。
那么接下来我们改为是一只哈士奇被遗弃在一个冰块上，四处呢同样是破碎的冰块，看一下它的效果会怎么样。诶，很快就生成出来了，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看到这个图像非常细腻。那么接下来呢，为了体验一下它这个创作能力有多强呢，我们尝试呢做一个新的提示词。比如说呢，我们呢希望呢一个穿着红色皮夹大衣的喵咪啊，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旅游，尽量把这个场景说的复杂一些，看一下它这个反应跟生成的图像是怎么样。哦，非常的不错。这喵咪的确呢，穿着红色的皮夹啊，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图像。哎，这个更加喜欢，是个拟人的猫咪哦。这个，那么大家 OK 可以把它另外保存下来。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在一个全新电脑的环境下，如何从零开始呢，部署这个拉玛3模型。那么呢，我们首先呢要打开这个网址，用第三方的软件呢进行部署这个拉玛3。打开这个网址，下载这个 LMSTUDIO 这个文件。那么呢，根据你的需要呢去下载。那么我的 Windows 你就下载这个 Windows。那么基本上呢，下载完之后呢，它的文件名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样的。双击完之后呢，它会自动进行安装。安装完以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面板，中间这里呢，我们在这里搜索拉玛3，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果。哎，如果大家出现这个错误呢，就别急，也就是说这个搜索词呢，可能它有一点麻烦。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呢通过另外一个方式输入70亿。好 ，OK， 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很多。那么呢，我们可以从左边呢选择这个最多人下载，这个基本上是对了啊。这个，那么右边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模型，这些呢都是70亿参数的模型。那么大家要注意啊，它的体积越大呢，当然是性能越强。只不过呢，它的红标呢，就表示呢，已经超过了你电脑的配置。
这些没有出现红标的呢，就表示还可以。如果你这里出现绿标的呢，就表示呢，对于你的电脑来呢，运行应该是非常轻松的。那么我这里没有出现绿标啊。那么基本上我可以说一下大家，我现在这个电脑3060呢，基本上在这个34.27G 就出现了红标。如果你用的是4090的显卡呢，你基本上可能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出现红标，其他的你都正常可以下载或者运行。那么呢，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呢，去下载相应的模型，选择 download。那 download 之后，按一下左下角呢，它就会出现这个模型下载的情况。如果你下载完之后呢，就显示这样的文件。我呢就下载了2个当然了，下载完呢不代表你的电脑可以运行，要看情况，选择你自己需要的。这2个呢都是70亿的模型。另外呢，我也下载过呢8亿的模型。那么等一下呢，我会教大家如何呢下载8亿的模型，方法还是一样，选择左边这个 AI Chair， 选择上面这个 Select a Model Role， 这里呢就会显示你所下载完的所有的模型。如果你点击某一个模型右键，然后呢选择这个 Show 的 File， 它也可以呢马上显示出你这个文件这个模型所下载的路径。那么呢，这里呢，我除了呢下载了2个70亿的模型以外呢，也下载了一个8亿的模型。那么下载的方式呢，那还是一样。这里呢，刚刚输入的是70亿，是吧？70亿，我所下载呢是这一个跟这一个，看到了吗？我选择了呢在红标往上面的能够下载的2个来尝试。那当然了，我们是先下载，能不能运行呢是下一步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个70亿的，这个8亿是在哪里下载的呢？你的选择8B。好，我们可以看到了，上面出现的这个，你就看它最多下载的右边全部都出现了绿标就表示对于你的电脑来说运行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呢选择一个来下载。这里看到了，我其实呢之前就下载过。那么呢，我们如何使用这个 LM-STUDIO 这个软件进行使用这些模型来进行对话呢？那么我们选择左边的 AI Chat， 然后往上面选择一个模型。我们先选择这个8亿的模型。它加载完之后呢，它上面呢就会直接显示你这个模型的名字。那么我们呢先来输一下
请帮我用中文分析一下如何又大又好，这如何让樱桃长得又大又好？用中文分析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够回答。大家要注意啊，在它生成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呢留意一点，就是留意一下你这个工作管理器这个记忆体的使用情况。如果你发现这个记忆体这个用量超过了70%的80%，那就表示呢你这个模型的使用量非常大。现在我使用呢是一个8亿的模型啊，它现在的运行量呢，对于我30G 内存的用量来说，它是55%左右。但是如果你加载的是一个17亿的或者是80亿的模型，的数据量越大模型，它的占用量记忆量是越大的啊。等一下我会显示给大家看一下。姓数是中国常见的复数等等等等啊，土壤条件如何啊，他介绍了很详。我是呢希望他用中文来回答，但现在呢他是用英文回答，他这个反应速度有点慢。那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呢在这个面板右边往下拉，看到一个 HARDWARE SETTINGS 这个选项，往下面看一下，这里呢是使用多少个线程来运行。那么现在呢，我是10个线程，大家可以使用 Max， 但是大家注意，如果你这个模型啊当时是绿标的话呢，你可以这么选择；如果是红标或者是其他的，如果你尽量呢就不要选择这个了，它的内存消耗呢是相当大的，可能会引起呢内存崩溃。那么我们呢现在呢因为是8亿的模型啊，那么呢我们选择 Max 来看一下，我们重新呢还是输入同样的一个，我改为了请帮我用中文分析，用中文回答。看一下会不会快一点？哎，大家看到了，这速度非常快。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次呢选用 Max 线程之后呢，它速度非。工作管理员情况，才能看它的占用率是多少，现在还是53%。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尝试使用另外一个模型，比如使用这个70亿参数的模型，看一下它有什么反应。在使用完这个8亿模型之外呢，就是尝试呢使用这个70亿的模型来看一下。但首先呢，你要把这个 Max 呢调小啊，因为这个线程使用量本来就很占内存，改成
6啊，显得很慢的一个状态。那么呢，我们呢再选择这个70亿的模，它马上就会正在加载。加载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这个内存的占用情况，看到没有？已经达到了78%，非常高的一个。现在呢，我用同样的方式去问他同样的问题，看一下它的反应跟速度，好吧？开始运行。大家可以看到，速度是非常慢。但是呢，它也可以回答。所以说，你电脑的配置在 AI 的时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啊，看一下它的回答是否是一样的。是有点不同的。70亿的模型跟这个8亿的模型呢，数据因为数据量不同，信息量也不同，它的回答也有所不同。先中断一下。如果我这个时候把它的占用率是多少呢？是内存占用量是77%啊。如果我选择 Max， 再让它回答，它就会出现这样。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根据你电脑性能啊，选择适合的模型，在选择适合模型的情况下呢，再选择适合的什么呢？线程来运行。那么呢，我就向大家展示了用第三方的软件呢，在电脑上面呢部署这个 Llama 3的大模型，就是这个 LMSTUDIO 这个模型能够在这里运行了，就不容我们用其他的方式这么麻烦。更重要的一点是呢，我的电脑呢，并没有安装其他的什么组件啊，什么 CUDA 啊、CNANI 啊这类的模型或者这类的软件啊，就只是安装了这个软件，再下载相应的模型呢，就可以使用了。这就是这个软件 LMSTUDIO 很方便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JNN 的第三方软件呢，来操作这个 Llama 3模型。那么如何操作呢？那么首先，大家可以呢，打开这个 JNN 这个网址。那么呢，大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就下载这个 JN。那么我这里呢是 for Windows， 那么你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呢就如这样。那么你双击完之后呢，它是自动安装的。那么安装完它的目录在哪里呢？它就会在这个目录里，就是你电脑的名字下面这个 JN， 上面有个 Models 文件夹，也是来放模型的。那么呢，你把你刚刚或者是从地方
下载到的模型文件，任何的模型文件呢，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8亿的模型，下载完之后呢，你只要启动 JAN 这个软件，在它这个界面右下角这个地方呢，你是可以选择你相关的模型。选择完以后呢，你就可以呢输入建立一个聊天，跟他进行对话。比如说我问他，请用中文回答这个世界的经济会有哪些变化？他就马上 load 的，他会告诉你一个情况，你必须安装这个 CUDA 才能进行操作。那么 CUDA 这个软件该在哪里下载呢？那么大家呢就可以输入这个地址，这是一个著名的 N 卡显卡提供的软件。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界面里面呢，它列出了目前最新的 CUDA 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选择对应的系统。那么这里呢，我们是 Windows 系统，然后呢，下面呢就是 x86或者64。那么我这里呢，暂时是 Win11的系统，你就选择11。那么呢，你选择本地运行的 LOCAL， 你点击这个，那么它就会看到这个 CUDA 大小呢3GB 左右。那么我们点击它下载。那么它的名字呢，大约就是这个样。下载完以后呢，它的名字大约就是这样 ，CUDA 跟着一个版本号，后面再跟着 Windows.exe。那么我们双击安装它。那么呢，大家可以安装到默认的路径。那我这里呢，尝试改一下路径，看怎么样。同意并接受，快速。好了，安装完了，下一步。那么安装好之后呢，它的界面大约就是这样。那我们先不管它。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关闭这个 JAN， 然后呢，重新打开一下，再次呢输入同样的问题，
请他用中文回答这个世界经济有什么变化。好了，这终于有回复。当我们把这个 CUDA 安装完以后，它就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目前为止呢，它还是用英文在回答。我再次请他用中文回答一下。这样。他还是用英文在回答。那么呢，我们就尝试用英文来提醒他，请用中文来回复我。好了，这次他终于用中文回复我了。也就是说，他的程序目前呢只接受这个英文的输入，但是呢，你可以用英文来提醒他，用中文来回答，那么呢就比较好。那么呢，如何使用 JAN 这个第三方软件来操作这个拉玛模型呢？就暂时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呢，另外呢，还可以呢，从 Meta 提供的网站上面呢，从官方的方式呢，去下载这个模型的链接。我们可以呢填写这些表格就可以呢得到下载链接，但这个链接呢比较适合专业的人士来操作，它不是普通的下载链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呢用云端的方式呢来部署属于自己的拉玛3模型，这样呢就不用 GPU 都能够操作更高性能、体积更大的70亿数据模型，甚至比70亿更大的模型那么呢，希望呢各位同学如果想学习更多的 AI 等最新科技的知识，或者其他关于电脑的技术，可以先订阅一下。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